这个接口原来是一个出枝，但出枝位和枝条的粗度与主干不协调，把它裁掉了。裁掉之后，整个树桩形成了半边无枝。这颗对接表蜡出枝不理想，裁是肯定的，可以通过对枝干调整来改变这种现状。先对出枝做调整，改变它的方向，确定一个合适的拉弯点，使枝条向主干的空缺部位偏移。对这个枝也要改变方向，从这个地方开口。对枝条木质化程度高的，拉弯操作中可以多开一条口。在拉弯前先试一下，不要一次性开好巨口，拉弯的角度小了再逐渐加大。枝干拉弯的关键是将它固定，不一定都用铝丝吊。找一个支撑点，用小木棍将枝条撑开。开口一定要完全吻合，这样才会形成愈合。开口拉弯找准受力点，枝条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整角度。可以多试几次，但千万不要弄出咔嚓的声音。抹2次愈合剂，干了之后再用胶带包好。在对枝条调整中，单凭开口拉弯改变枝条的方向是有限度的，可以对主干再进行调整，将主干向缺枝的方向倾斜。所有的出枝都会朝这个方向变动，改变整个树桩的重心点。做了2步调整后，这个对接表蜡的造型还是基本没有改变，但出枝的分布发生了变化，整个盆景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单调了。盆景出现这种出枝不均衡的现象，有树桩天生的原因，但很多情况下还是在造型取舍中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所造成的。像大家熟悉的双品桩，一般只有左右出枝，还有在造型中过分强调所谓的正面取景所产生的结果。主枝定好位，最后对枝条进行修剪。修剪要使枝盘成型，朝缺枝的部位发展，这样可以更好的弥补这个空间。对接表蜡基本定型后，1年至少要修剪3次，早春强剪，夏季疏剪。春季长出来的枝，在6月初除须瓤增粗的枝条外，其他的枝修剪至1个芽节，这个与三角锋的修剪相类似。缩剪后会很快的发出侧枝，而且在夏季发出来的枝条枝节短小，这些都是第一次修剪生长出来的枝，按出枝长短比例再缩剪1次，留1个侧枝改变它的方向。对接表蜡的修剪要控制好它的生长节奏和枝盘的成型方向，从上往下一层层的修剪，剪出枝盘的大小和方向。像这2个出枝，剪出上短下长，剪出上下的层次，整个枝盘的立体空间就会显现出来。调整这份对接表蜡的造型，修剪在其中只是一种辅助手段，能起到实质性作用，是改变枝干的出枝位和出枝方向。如果我们在盆景的造型中也遇到这种情况，不管是什么树，不要急于修剪，先考虑对枝干做调整，调整不过来可以对它进行补枝，甚至可以改变整个的造型，但最好不要像这盆对接表蜡形成单面出枝而失去3维空间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